有缘之人，你对那些走进寺庙的人有何看法？他们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愿望，有的求财，有的求福，有的求平安。然而，在一些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中，确实有某些生肖被认为不适合进入寺庙。能够刷到这个视频的你，预示着好运即将降临，你的家庭将摆脱困境。从今天起，你将步入好运，家中的病患将康复，身边的小人将离去，财神爷将敲响你的门。快来点个赞，迎接财神，给我一个感应，让这份财运和健康更加稳固。有福之人在评论区留下我借福接好运，愿你事事顺心，一生平安，富贵满堂，坏事和霉运将永远与你无缘。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从古代起，人们常常选择去寺庙等圣洁的场所进行祈祷，期望能够求得灵验。香火缭绕的寺庙中，香气弥漫，信徒们心怀虔诚，向佛祖或神明诉说自己的愿望，寻求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寄托。寺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人们对于神灵的敬畏和信仰，成为一种超越世俗的存在。在这些神圣的场所，人与神灵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祈求庇佑，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和净化。特别是老一辈的人，常常在节庆时分或特定的日子里前往寺庙，祈求家人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平安等各种祝福。每当一个家庭面临重要的转折点或艰难时刻，长辈们总是习惯带着全家一同前往寺庙，焚香上香，虔诚祈求。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信仰活动，维系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寺庙作为清净神圣的地方，的确对信徒具有吸引力。许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内心的平静与慰藉。在喧嚣的世界中，寺庙成为了一片净土，让人们能暂时摆脱世俗的纷扰，重新找回内心的安宁。然而，这样的祈祷不仅仅是求取庇佑，也是一种心灵的重生。它帮助人们释放内心的压力，获得更深层次的心灵寄托。然而，寺庙作为一个神圣的场所，也有一系列禁忌和规矩。尤其是在某些特殊年份或日子，某些生肖的人并不适宜进入寺庙。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刻的考量和信仰背景，决定了哪些人可以进入，哪些人应当避开。然而，寺庙作为一个神圣的场所，也有一系列禁忌和规矩。尤其是在某些特殊年份或日子，某些生肖的人并不适宜进入寺庙。根据传统的风水学和民间信仰，某些生肖与寺庙的气场存在相冲的情况，进入寺庙可能会因为气场不合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影响到个人的运势和健康。对于信仰非常虔诚的人来说，这样的禁忌不容忽视，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寺庙并非只是一个祈求庇佑的地方，它的气场和神灵的力量对信徒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某些特定年份，生肖与年份的干支相冲，
可能会使得气场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祈祷的效果。比如，某些生肖可能因为与庙中神灵的气场相冲，导致他们无法获得神灵的庇佑，甚至可能因为过于强烈的气场碰撞而遭遇不必要的困扰和不顺。民间的信仰认为，进入寺庙如果心不诚或者生肖与气场相冲，可能会导致神灵无法显现应有的庇佑，反而可能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包括健康上的问题、事业上的挫折、家庭的不和等。尤其是对于某些信仰非常浓厚的人来说，这样的禁忌和规矩是他们在选择进入寺庙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生肖的特性、年份的干支来决定是否适宜进入寺庙，避免无意中引发负面影响。此外，很多寺庙的庙祝也会根据传统的风水和民间信仰，对信徒是否适宜进入寺庙做出一些建议和指导。由于传统文化中的气场和信仰观念，寺庙对一些人的影响和庇佑并非总是如愿，有时还需要信徒根据自身的运势和心态做出相应的选择。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4个传统文化中认为不适宜进入寺庙的生肖，特别是第3个生肖。对于这些生肖来说，传统的风水学和信仰文化为他们的行为和选择设定了一些规则。这些生肖的人往往与寺庙的气场发生冲突，因此不被推荐进入寺庙。传统文化强调，只有当人们的心灵达到虔诚、谦卑的状态时，才能获得神灵的庇佑。因此，生肖与气场的关系成为了人们祈福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选择进入寺庙之前，信徒们往往会先了解自己的生肖是否与庙中的神灵气场相合，并根据这一点来做出决策。在许多信仰浓厚的家庭中，长辈们往往会根据家中年轻一代的生肖，提出是否可以前往寺庙的建议。这种文化的延续，不仅仅是对风水和信仰的遵循，也是对家庭和睦与家运亨通的祈愿。首先，属猴之人被认为不适宜进入寺庙。属猴的人在五行中属于火象，而火与寺庙内的五行元素金木水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克关系。在风水和传统文化中，火象的猴子与其他元素可能产生不协调的互动，特别是在寺庙这种神圣清净的场所，可能会破坏气场的平衡。火与水、木等元素在五行中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火象的生肖猴可能因为其旺盛的能量而导致寺庙内气场的紊乱，这样一来，信徒本应从寺庙获得的庇佑就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属猴的人天生聪明机智，追求实际的生活方式，他们倾向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应对挑战，而不是依赖外界的神灵力量。对于属猴的人来说，神灵的庇佑并不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属猴的人通常更相信个人的能力，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智慧与实际行动来克服，而非寄托希望于外界的神灵庇佑。因此，他们通常不会主动去寺庙祈福，
更倾向于通过自身的智慧和行动来改变命运。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得属猴的人在面对困境时更倾向于靠自己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寄希望于祈福和神灵的帮助。这种性格特征和寺庙所要求的虔诚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他们与寺庙的气场产生了某种不协调。传统文化因此认为，属猴的人不适宜进入寺庙进行祈祷。第二，属龙的人也被认为不适宜进入寺庙。龙在中华文化中被视为至高无上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而寺庙要求拜佛的人保持谦逊、虔诚的态度。在寺庙中，信徒们通常需要低头恭敬，保持谦卑，而属龙的人天性自信、骄傲，难以做到这种低姿态的谦卑。龙代表着至尊和权威，属于天命的象征，而庙中的神灵通常要求信徒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对于属龙的人来说，他们的自信和高贵常常让他们难以在寺庙中表现出应有的敬畏之心。在进入寺庙时，属龙的人往往会有一种自信满满、昂首挺胸的姿态，这与寺庙中需要保持的谦卑、虔诚的心态相悖。因此，属龙的人往往不能在寺庙中体验到那种应有的虔诚与敬畏之心。此外，属龙的人通常对神灵的庇佑持理性态度，认为神灵的帮助仅会降临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而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凭借智慧和能力足以解决问题，而非依赖外部的神灵力量。这样理性与自信的态度，使得他们无法充分理解和感知寺庙所传达的信仰和气场，也因此不被认为适宜进入寺庙。第三，属虎之人也被认为不适宜进入寺庙。属虎的人性格强势，充满自信，有时甚至显得霸道或好胜，天生具有很强的领导欲望和支配力。他们的自尊心较强，不喜欢在任何人面前示弱，甚至有时挑战权威，包括神佛的权威。在传统文化中，拜佛和祈福的关键之一就是保持一种谦卑、诚恳的态度。然而，属虎的人天生具有较强的自信和独立性，这使得他们很难在寺庙中完全展现出谦卑的姿态。属虎的人往往充满活力和斗志，擅长领导和支配，习惯于掌控周围的局面。因此，在面对神佛时，他们的内心可能并没有完全的敬畏之心，而是抱有一种自信甚至挑衅的心态，这与寺庙所要求的虔诚心态存在很大的偏差。此外，属虎的人在面临困境时，往往依靠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寻求外界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力量和决断力足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因此祈求神灵的庇佑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具有特别大的意义。尽管他们可能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困难而偶尔走进寺庙，但这种行为通常更多是出于外部压力或心情焦虑，而非真正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属虎的人进入寺庙并没有真正的虔诚心态，而是一种尝试寻求外力帮助的行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不虔诚的心态和对神灵的怀疑，
会导致属虎的人无法真正获得寺庙庇佑的效果。信徒们进入寺庙，如果内心充满疑虑，心不在焉，那么他们的祈祷就很难得到神灵的回应。对于属虎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相信神佛的力量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种怀疑的心态会让他们在寺庙中无法获得应有的灵性体验。甚至有些传统信仰认为，这种不虔诚和不敬畏的行为可能会被视为对神灵的不尊重，甚至是亵渎。这样的行为不仅无法带来庇佑，反而可能引发不利的后果。因此，传统文化中的观念认为，属虎的人最好避免进入寺庙，以免他们的自信和不虔诚的态度反而带来负面影响。接着，我们来看第4个不适宜进入寺庙的生肖——属鼠之人。属鼠的人往往天生气运较好，性格坚韧，拥有很强的内在力量。他们的运势常常较为顺畅，面对困难时通常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灵活性找到解决方案，而不需要过度依赖外界的力量。对于属鼠的人来说，寺庙中的神灵庇佑并不是他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相较于那些通过祈求神灵来寻求心理安慰的人，属鼠的人更多依赖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属鼠的人通常拥有较强的适应力和应变能力，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神灵的庇佑更多是一种附加的精神安慰，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因此，属鼠的人通常不会主动走进寺庙祈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通过努力就能获得所需的结果。而且，属鼠的人本身具备较强的内在气场和韧性，在遇到挫折时，他们能够迅速恢复状态，保持冷静，并通过实际行动解决问题。另外，属鼠人的本命佛是观音菩萨，象征着慈悲与智慧。观音菩萨的庇佑，对属鼠的人来说，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如果属鼠的人只是单纯的去寺庙拜佛祈福，而没有特别针对自己的本命佛进行祭拜，那么这样的祈祷可能事倍功半，效果不明显。寺庙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神灵和庙宇，各自的庇佑和气场都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属鼠的人应当选择与自己命里最为契合的神灵进行沟通，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尽管属鼠的人天生具有较强的气运和智慧，传统文化依然建议他们保持谦逊和理性，尽量避免过度依赖外界的力量。虽然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解决问题，但他们也应当意识到，过度依赖自己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一种自满和自大。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智慧和努力虽然重要，但谦逊和内省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属鼠的人在面对困境时，最好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要过分依赖外界的力量，而应更加专注于发挥自己的智慧，增强内在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实现真正的平静与成功，迎接未来的挑战。综上所述，传统文化中关于生肖与寺庙气场的禁忌，不仅仅反映了对风水和命理的考量，更深层次地体现了
对心态和信仰的关注。在进入寺庙进行祈福时，心态的虔诚和谦卑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的生肖性格不同，与寺庙的气场和神灵的关系也各有差异，因此了解自己生肖的特性以及相应的禁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智慧。在追求好运和庇佑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外界的力量，而是自身心态的调整与内心的虔诚。只有当心无旁骛，真心实意的祈祷时，才能获得神灵的庇佑和生活的祝福。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